才刚毕业3年，就买得起这么好的房子，你可真厉害啊！这房子的首付款是用妈老家房子的拆迁款付的，我知道，这钱啊有一半是你的，可我想，你当时人在监狱里，要这笔钱也用不上，可等你出来了再买房子，这房价又不知道要涨多少了呀！你可算得真精明啊！有了房子，就有了你跟墨轩的家，这样你跟墨轩的感情就更稳固了，是吧？可是你千算万算，你有没有算过我的感受啊？不是这样的，小宁，我去探过监，我买房之前想当面跟你商量清楚了，可你一直都不肯见我，我也打过很多次电话，你都不肯接。没错，我用这钱买房呀，是我不对，可我当时也是别无选择呀。什么叫别无选择？人这一辈子除了出生以外，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选择的，就连死亡都有的选择。而你呢？你在做选择的时候什么都考虑到了，就是从来没有考虑过我这个亲妹妹。小宁，这笔钱我会慢慢还给你的，要不我算上利息，就按现在银行的贷款来算，你千万别生姐的气啊！给我闭嘴！你以为我在乎的是这15万块钱吗？7年了，这7年来，你过的是什么生活？我过的是什么生活？前4年，你住大学寝室，而我呢，我只能住在那种地下室里面。你整天在教室里开开心心的上课，被所有男生众星捧月，而我只能在咖啡店里面打工，被所有人呼来唤去。这3年，你跟许墨轩住在漂亮的公寓，享受着甜美的爱情，而我呢，我只能和一帮罪犯挤在阴暗狭小的牢房里。本来这一切，我都是心甘情愿的。我即使有眼泪，我都自己往肚子里咽，从来都不想让你看到。可你呢？你都对我做了什么？你让我所有的付出，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冰冷冷的笑话。小宁，我知道我和墨轩走在一起很伤你的心，可真正伤你心的是墨轩，他不爱你。你们俩之间的感情本来就有问题，这能怪我吗？所以你抢我男朋友就是理所应当的，是不是？你们两个合着伙来骗我，就是理所应当的，是不是？我当时对许墨轩一往情深，在你们两个看来，一定特别滑稽，特别可怜，也特别可笑，是不是？不是这样的，你为什么不听我解释一下呢？我当时想过要逃避，要退出这，可是墨轩他说过，他没办法把对你的喜欢升华为爱情，也没办法把对我的爱情退化为喜欢。好。那我问你，如果当时没有我为你去替考，拥有大学生身份、优雅自信的人是我，而你才是那个整天在地下室跟咖啡馆之间跑来跑去的打工妹，你觉得许墨轩对我们两姐妹的态度还会是一样吗？你自己也说不上来了吧？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是不是？你也没有自信了，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你不要以为爱情有多奇妙，尤其是像许墨轩那种那么追求完美的人。同样的你我，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，
他的选择一定是不同的。我承认，如果你我互换身份的话，墨轩他不一定会爱上我。可是我说句不好听的话，你们俩也不一定会走到一起的。因为墨轩他说过，他喜欢温柔的女孩，而你呢，你从小大大咧咧的，像个男孩子一样。墨轩他说，你更适合做朋友、做知己，而不适合做情人。好，你不要再说了，我明白你想说什么。你无非就是想告诉我，许墨轩把我甩了，是我没有魅力，我活该。他爱上你是因为你有魅力，你理所应当。可你就这么否认我当时的牺牲给你所带来的价值，你还有良心吗？我没良心，我没良心。那你为什么不理解一下我的苦衷呢？我也是身不由己，有太多的理由，但是逼着我才这么做的呀，妹妹。你为什么就不听我好好解释一下呢？你为什么不听听姐姐的话？我知道，你这些年在里面一定受过了很多苦，所以让我们现在把心情都平复一下好吗？你看，我这个房子有2间卧室，这间客卧就是专门为你准备的。如果你不喜欢的话，住主卧也可以。你不用摆出一副女主人的姿态，给我这个客人分配房间了。我才不会厚着脸皮跟你们住在一起，看着你们整天如胶似漆、甜甜蜜蜜的。那要不这样，你住在这儿，我和墨轩搬出去租房子住。好啊，那你们现在就搬出去啊？怎么，害怕了？后悔了？很意外是不是？这是你买的房子，家具也是你挑的，是你和许墨轩的爱巢，你怎么会舍得给我呢？你不甘心，我也不稀罕要。张宁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原谅姐姐吧，我真的是有不得已的苦衷。哎，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安宁来了。苦衷？我真的很想知道，到底是什么苦衷，至于让你对我这个妹妹这么的无情无义？对不起，我发现你真的很喜欢说对不起。一路以来，你对我说了很多个对不起。以前我不爱听，因为你每说一次，我就心疼一次。现在我仍然不爱听，因为你每说一次，我就恶心一次。妹妹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别这么恨我好吗？你知道吗？你说的每一个字，都像是在挖我的心啊！我现在真的好想把你的心挖开来看一看，看看里面究竟还有哪个角落是属于我这个妹妹的。那难道我这些年的日子就好过吗？我从上大学校园的第一天起，我就背负着一个道德的枷锁。我心里就像是压着一个十字架一样，压得我喘不过气。熬了这么多年，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了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正因为如此，所以我之前对你的付出都可以一笔勾销了，是吗？这都是你自己的选择，跟我没关系啊！这都是你自己自愿的，你现在跑来指责我，对我公平吗？哈哈哈哈。
小时候，爸妈离婚，是谁把你从白家换了回来？不是我吗？大一那一年，是谁乱买人流药，害我大出血，差点死在手术台上，切除了一半的卵巢才保住了性命？这都是谁的疏忽造成的？你现在来找我大清算，可我们姐妹俩之间的恩怨能算得清吗？我知道。你是因为墨轩，可是墨轩，他是人不是物品，就算我想把他让给你，他愿意吗？你被取消了学籍这么大的事，为什么要瞒着我？原来你的大学是安宁替你考上的，伤害杨家的人也是你。为什么要欺骗我？墨轩，你听我讲。别碰我！今天如果不是我亲耳听见的话，你准备在我面前装一辈子温柔善良，为妹妹可以付出一切的姐姐是吗？墨轩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我没见过你那么可怕的女人。墨轩，墨轩，你听我解释。别解释，一切都是假的。这下你高兴？安宁，你终于一次性连本带利把你付出的一切全部都讨回去了，你也在让我在一瞬间变得一无所有了。我今天才发现，原来我所做的一切是那么的不堪，那么的滑稽可笑。安宁，我在墨轩心目中的形象已经完了，好不容易拥有的家已经破碎了。小宁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为什么？我恨你，恨你！别忍着，想发泄就发泄出来吧。车钥匙给我。不行，不行！你现在这副样子，骑车很危险的。我心里变得难受，我必须要发泄一下，要不然我会疯掉的。你想发泄，我带你去。别碰我！别碰我！墨轩，你谁啊？
从哪儿来的？啊！误会我了。滚！滚开一点！不滚你就给我过来！不许！让我看看你，看看你什么样！到底什么样？到底啊？是天使还是魔鬼？是天使还是鬼？我把你当个人，滚！离我远点！我再也不想看到你，再也不想看到你，再也不想看到你。慕轩，我想你是误会我了，我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你给我个机会，你让我跟你解释好不好？慕轩，别解释，什么也别瞎说了。不是个人，不是个人，根本就不是个人。你跟我回家吧，慕轩。没有家，我没有家，走。我求求你，滚！安宁，这下你满意了，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。没想到你的报复会是这么可怕。别哭了。我后面有沐浴露，要不要拿出来，顺便帮我洗个澡啊？来，去把这块石头往天上扔，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。干嘛？你扔了再说嘛。啊？你没吃饭啊？就这么一点点力气。来，再来一次，认真点，用力点。我再给你次机会。拿，往那边扔吧。有多大劲儿，使多大劲儿。乖，认真点好不好？来了，来，往那边扔，使劲扔，那边，扔。这次还差不多。你刚刚用力把石头往天上扔，你有没有听到天空跟你喊疼？所以说，如果我们的心能像天空一样宽广，不管别人怎么放暗箭，怎么扔石头，都不会伤害到我们。道理是这么说，可是人心毕竟不是天空，人心是肉长的，它没有办法不痛。我知道你想说我站着说话不腰疼，是不是？你别看我这么安慰你，其实我心里面也有一个一直解不开的心结。不过我听我姥姥一番话之后，就把那个心结重新系一个花样，让它系起来更好看一点。心结？什么心结？其实我有一个一直藏在心里面，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的秘密。我今天准备跟你分享，因为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信任的人。你可以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吗？现在对于我来说，你也是我最信任的人，所以我不会辜负你对我的信任的。谢谢。
其实一个人一直背负着一个秘密，这种滋味真的很难受的。你知道吗？原来我爸，他还活着。你曾经跟我说过，是你爸爸害死了你妈妈，所以你很恨他。从小我姥姥就对我说，说我爸在我还没有出生之前就已经死了，是我姥姥一手把我带大。大概3年前，我姥姥因为常年心情压抑，还有劳累过度，她病倒了。你爸爸没死，他还活着。姥姥，你说什么？姥姥说的都是实话。当年你爸爸害死了你妈妈，我就到法庭告了他，法院判了他5年有期徒刑。你姥爷走得早，我一个人含辛茹苦，好不容易把你妈妈拉扯大，我怎么也想不到，我的女儿年纪轻轻的死在你爸爸的手上，一个白发人遭害犯人。我恨死你爸爸了，所以我就骗他说你妈妈难产，你们母子双亡。后来他刑满释放了，我就知道他会来找我，所以呀，我就带着你搬了家。唉，我也没想到他有那么好的经商头脑。他从监狱出来后啊，就把老家的房子卖了，去做生意。结果生意做得非常顺利，公司啊越做越大。他呢一直也想着我，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，每年呢都往我的学校里寄一份他公司的年报。那些年报就是我在你家里看到的那个小铁盒里面装的那些吗？不会吧，盛世集团的蒋大伟居然就是你的亲爸爸。我现在是随我妈姓，但其实我应该姓蒋。我是从小看着蒋大伟寄给我姥姥的年报长大的，我还曾经把他当成我的偶像，但我怎么也没想到，他竟然就是我爸爸。姥姥跟我说过，我妈年轻的时候非常优秀，追她的男人多得不得了，但是她呢，就偏偏爱上一个街头混混，而那个混混还是我姥姥众多学生里面最不成器的一个。不管我姥姥怎么反对，甚至要跟我妈断绝母女关系，我妈还是坚决地嫁给了我爸。我爸那时候没了工作，反而可以让他放手大胆地去做生意。刚好那段时期，市场经济刚刚恢复，做生意的人也特别少。我爸就在那个时候赚了他的第一桶金。他的那句话没错，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一定会有一个好女人。真的，我爸的成功绝对离不开我妈的支持，
还有理解。都说啊，男人一有点钱就会变坏，我爸也不例外。我爸有了一点钱，整个人就开始膨胀起来。很多本来以前看不起他的女人，都反过来向他投怀送抱。我爸最后还是没有把持好自己。那你妈妈当时知道吗？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妈不相信那些传言，但是有一天，所以说他们就是那个时候发生了冲突。你之前跟我说，你爸爸是为了保护那个女人，才把你妈妈推下楼梯的。我姥姥是这么告诉我的。那你爸也太狠心了吧！你妈就这么把你早产下来，自己去。那后来呢？后来我姥姥得到消息，她马上就报警了。怎么样？我女儿怎么样？很抱歉，大人没保住，剖腹产一个原因，但是现在孩子情况很危险，我们正在抢救。女儿，你畜生！当我出生的时候，根本就没有哭声，连心跳、呼吸都特别的微弱。医生们足足把我抢救了1个月，才让我脱离了生命危险。真没想到，你这条命来得这么不容易。我妈的死对我姥姥打击特别大，如果不是因为有了我相信我姥姥也撑不下去。那其实，你姥姥并没有把你被救回的消息告诉你爸爸。蒋大为，我告诉你，你的后半生将和我一样，在痛苦中一天一天的熬吧。我的没有死亡。所以说，其实蒋总还不知道有你这个儿子的存在，是吗？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你会去认这个父亲吗？你知道吗？如果我现在回去认他，他一定会很开心的。然后我马上就可以变成盛世的邵老板。这样的话，我这一辈子都不用再吃苦受累。可你说我怎么可以接受一个害死我妈妈的人？要不是因为他，我姥姥也不会那么早就离开我。那你为什么还会去盛世呢？姥姥啊，你为什么现在要告诉我呢？因为姥姥剩下的时间不多了，趁着现在姥姥的心里还明白，你们毕竟是父子啊，有血缘关系，姥姥没有权利替你决定。听说她这些年也没有再婚，你呢，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孩子。如果你去认了他这个父亲，你就可以做盛世集团的小老板了，前途会无量啊！偏偏你愿意去认这个父亲吗？我怎么也没想到，
姥姥的病情会恶化的那么快，还不到1个月，她就偏瘫了，连话都说不出来。你要什么？啊，这儿。是要这个吗？姥姥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跟那个人把账好好算清楚的。姥姥，姥姥，姥姥，你醒醒啊！姥姥，医生，医生！那你姥姥临终之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是想让你回去认亲吗？以我对我姥姥的了解，她应该不会希望我回去认亲。她不希望我因为贪图我爸的财富，而忘记了我妈妈是怎么死的。所以你就辞掉了之前的工作，跳槽去了盛世。其实我的内心十分矛盾。虽然我很清楚的知道是她害死了我妈妈，但是我又很想知道，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那你现在究竟是想要去认他，还是想要去报复他呢？老实说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现在心情非常非常矛盾，我真的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做。看来我们真的是同病相怜啊！这不是盛世吗？这是什么呀？我以前上班的时候怎么没看过？这里现在就是我的家。你说这个蛋形的东西是你的家？这就是我自己设计的简易环保房，成本只需要8000块钱，组装方便，特别适合像我这种追求时尚但是又没钱买房的年轻人。忘忧树，师傅，你不会真住在这儿吧？你以为我骗你啊？可是这么小怎么住啊？进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地方呢，虽然是小了一点儿，但是一个人住足够了。可是你要怎么在这里生活啊？这蛋居呢，采用的是太阳能蓄电池，白天呢就可以把那些太阳能储存起来，然后晚上用来照明用。如果一般的住宿嘛，那就没问题。但是如果要什么煮饭啊、炒菜嘛，可能就有点难度了。哦，这地方小，没地方坐，你不介意就坐床吧？哦，对了，这个地方虽然又小又便宜，可是年轻人要把它们搭在哪里啊？总不能随便搭建吧？所以嘛，这只是一个概念房，哎，就像那种概念房车一样，它并没有大批量开发的那种价值，就是用来给开发商展示一些新的概念而已，引起一些客户的注意。所以蒋总就同意我把这个蛋居盖在公司旁边了，一来可以给公司来个大广告，二来嘛可以给客户多一个好玩的景点。
我能想到唯一的好处啊，就是你不用再冒着险骑着哈雷去赶上下班高峰了。对。对了，那你之前姥姥留给你的房子呢？卖了。卖了？你什么时候卖的？3年前卖的。是什么事情要你卖房子啊？什么事情啊？那个时候需要用钱嘛。可是，什么事情需要用那么多钱，需要卖房子啊？为了帮一个朋友。那这个朋友应该很重要吧？至于让你把房子卖掉去帮他？哎呀，很久以前的事了，别操心了，不说了啊。对了，你这为什么会挂这么多纸鹤啊？是你折的吗？当然了，全是我折的。你那个大笨手还会折纸鹤？为了折这些纸鹤，我学了好几天呢。每天折一只纸鹤，然后许一个心愿，许同一个心愿1000次的话，那么你的心愿就会实现的。你这里有1000只纸鹤啊？1095只。1095只，一年是365天，你整整折了3年啊！这真不像你说的话，就像是那种初中小女生才会相信的童话吧。有时候大人也需要童话的，要不然生活那么艰难，靠什么信念一直让自己撑下去？可是你到底要许什么心愿啊？不是给我自己许的，我是为我朋友许的。朋友啊，是女孩子吧？你喜欢她？她一定很漂亮吧？她人怎么样啊？她呀，哼，她不但不漂亮，脾气啊还特别糟糕，特别臭。喜欢无缘无故踩人的脚，喜欢叫人家色狼，老喜欢打架，任性冲动。不过嘛，他的内心特别善良，他可以为了他心爱的人付出他所有的一切，无怨无悔。原来你3年前卖房子是因为我。这3年来，你就住在这个蛋居里面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不想告诉你，是因为我不想让你觉得你亏欠了我。可是我已经欠你了，而且一下子还欠了这么多。你对我这么好，你打算我将来让我怎么还你啊？我再说一次，你没有欠我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心甘情愿的。只要你忘记那些不开心的事，只要能够像以前那样充满活力地过好每一天，那对于我就是最好的报答了。对不起，师傅。喂，
你别哭啊！不是，一会儿那些保安看到了，以为我对你做了什么，那我就完蛋了。